说起香港最骇人听闻的犯罪者，那就永远绕不过这俩人，一个是雨夜屠夫林国云，而另一个就是屯门色魔林国伟。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曾是香港地区女性的噩梦。那究竟他犯下了哪些罪恶，又是否被绳之以法了呢？今天就带大家回到上世纪90年代，看看这个穷凶极恶的罪犯究竟沾染了多少无辜少女的鲜血。1992年4月24日凌晨3时，这对于香港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可是对于这个19岁的可怜少女，今晚则是她的噩梦。当时住在屯门大兴村21岁的林国伟，在屯门公路上喝着啤酒驾车，突然他发现旁边经过的的士里坐着一名长发披肩的少女。巧合的是，少女与他前女友非常相像。林国伟的脑子顿时一热，就开车紧跟的士，尾随着少女在屯门友爱村爱明楼下了车。长发少女走进电梯大堂，静静等候电梯。此时林国伟藏匿在暗角，待电梯到步后，他一个箭步扑出，闪身进入电梯之中，把他硬扯出电梯，随后在楼梯里将他侵犯，并抢走他的手袋及金饰。这是林国伟首宗案件，也许是这次的犯罪让他尝到了甜头。时隔2个月，他又出手了。第二个受害者是一名32岁的夜总会女士。1992年6月26日凌晨4时半，这位女子下班后急着赶回家，乘的士回到屯门建生村时也被他盯上了。他用同样的手法侵犯了这名女士，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过了2个月，林国伟再次犯案，这次他在凌晨时分，屯门新河里将一名39岁女子恶警拖入草丛犯罪。事实上，这3名受害女子均及时报案，也让警方得到了林国伟的精液样本。可惜的是，受害人在混乱中未能认清凶者面貌，加上当时的年代破案手段相对落后，监控摄像头没有普及， DNA 技术也不成熟，所以警方也毫无办法，只能通过人海排查来揪出这名罪行累累的罪犯。可就在众人都以为这个罪犯会收敛一些的时候，他再次打破了香港的宁静。1992年年底到次年2月，这名丧心病狂的色魔3次在楼梯间的拐角犯案，甚至在93年2月那场犯罪中将受害者直接杀死了。这出了人命，犯罪的性质就更恶劣了。届时整个香港片区的警察都出动了，四处追寻起来。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时隔2个月，又一起残忍命案发生了。1993年4月14日，一名22岁的的士高唱片的 DJ 深夜回到大兴村的住所时被林国伟盯上，趁着 DJ 不注意，林国伟将其扼毙，并且实施犯罪，财物同样被抢夺一空。这下屯门的警方更是坐不住了，他们不仅在屯门加强了巡逻和调查力度，还安排了女警变身成无害少女模样，希望引她上钩。可惜的是，罪犯早就有所警觉，他没有继续在屯门犯罪，而是搬到了隔壁红磡区的姐姐家中暂避，当然也将魔爪伸向了红磡区。1993年5月24日凌晨4点，林国伟用同样的方式将23岁卡拉 OK 公关刘小敏侵犯后，这次他没有直接的进行抢劫或者是杀人灭口，反而竟意图与对方做朋友。刚烈的女受害者不堪其辱，重重地打了林国伟一耳光。这一巴掌可以说是正式将林国伟给惹火了，他觉得对方不识好歹，旋即将他扼毙。这次之后，林国伟找朋友的念头反而愈演愈烈。不多时，他又对另一名21岁少女故技重施。不得不说，林国伟胆大包天，他居然在施暴当晚就相约该少女，次日一同前往黄埔 UA 戏院看电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约会当晚，林国伟总算被埋伏在戏院的探员拘捕，这屯门色魔的罪行才算终止。虽然这屯门色魔落网了，可它造成的影响却仍旧十分恶劣，甚至在屯门区域传出许多闹鬼的故事。比如在涉案期间听到女子的痛哭声，
又或者是在晚上有女子在梯间徘徊等。据一名叫做艾登的青年所述，当时是1995年的一个晚上，15岁的艾登与他的朋友3人正在这梯间里头聊天。当大家正谈得兴奋时，忽然有一位女子出现了，她脸色非常恐怖，并要求艾登3人帮她做点事。具体内容是要艾登到这层的某一个住户家里，问了家人拿一件指定的衣服、一张照片及一件事物，倒在他此时站着的位置烧给他。若3人不照他的说话去做，必定纠缠不休。艾登赶紧答应，不是因为女子的要求古怪，而是因为他发现这女子的样貌竟然与前段时间被屯门色魔所害的女子一模一样。虽说类似这种灵异事件大部分只有口述，是大家编撰出来吓人的，没有证据存留，可信度很低，可这些血淋淋的惨案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让人胆寒心痛啊。细数1992年至1993年期间，屯门色魔林国伟总共犯下9起案件，被害人年龄从10多岁的少女至50多岁的妇女都有，先后在友爱村、大兴村、益丰大厦、红磡下乡道及美景街侵害了9名女子，杀害当中3人，可以说是残忍至极。那林国伟又为何屡屡犯罪，而且能够多次逃离警察的追捕呢？根据调查发现，林国伟从小父母离异，本来性格就孤僻的他变得更加古怪，不仅长期用酒精和毒品解决空虚，还喜欢上了虐待小动物、追求刺激等，有着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一类人群没有共情能力，更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罪恶感，相反的，一次次的犯罪反而会使得他们感到刺激愉悦，因此这一类人连环犯案的概率很大。可正如非自然死亡中所说的，ご遺体を前にしてあるのはただ命を奪ったという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事実だけです。犯人の気持ちなんて分かりはしないし、あなたのことを理解する必要なんてない。不幸な生い立ちなんて興味はないし、動機だってどうだっていい。只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同理心，能够多一份宽容，能够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少一分冲动，这样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好了，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咱们下周不见不散。